打了一辆摩的，准备前往今天第一个复原区。如果你有看我前面的视频，会知道这是阿树2个月内第4次来到越南河内了。我在河内前后加起来大概住了10多天，拍了6集影片。这些影片有不少的越南语留言。我记得有一条留言是这样写的：一些国外的游客来到越南河内，住在老城，拍了一些照片，就觉得越南河内的街道狭窄、嘈杂，房屋陈旧无序。但其实那不是越南河内的全部。如果你离开老城河内10多公里，你会打破在河内老城形成的偏见，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越南河内。这里有漂亮的住宅楼、繁华的商场、舒适的公园，十分的现代化，看上去就和新加坡一样。其中有越南观众推荐我去看看距离河内老城10多公里外的龙边郡的 Win Homes Riverside。我查阅资料了解到 Win Homes Riverside 被誉为越南最顶级的复原区之一，它隶属于越南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Win Homes。越南最高楼胡志明的 Landmark 81就是他建的，其母公司 Win Group 是越南市值最高的公司和越南最大的综合企业集团，业务涵盖房地产、零售、电动车、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而它的创始人就是越南首富。简单来说，今天我们将探索的 Win Homes Riverside 是越南最大房地产企业的代表性豪华住宅项目之一。坦白说，这坐摩的路上被摩的小哥就是开得飞快啊，然后我觉得不说惊心动魄吧，多少有点这个战战兢兢的哈，不时的超车呀。这10多公里怎么这边开了挺久的，可能是在摩的上哈被烈日炙烤，再加上又感觉有点危险，所以这个时间变得特别缓慢。烈日灼烤的异国他乡啊，请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一下。摩的大概开了有接近20多分钟了，接近30分钟了。哦，这就很像河内的复原区了，已经有一些居民在院子前面的小河钓鱼啊。你看这些独栋的别墅，价值不菲吧？哇，我第一次来到距离河内老城那么远的地方，虽然也才10多公里。我甚至怀疑小哥是不是导航错了，怎么会那么远呢？哦，可能是到了吗？是这里面吗？哦，到了啊！我看到这个牌匾了。不愧是越南河内最顶级的复原区啊！打车那么远过来，发现进不去。门卫说，如果我要进去的话呢，我要找一个担保人。所以的话，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一下。这个复原区叫Win Homes Riverside， 到这他把我拦下来了。我今天拍越南的复原区啊，我还挺怕它烂尾的，因为我对这个选题其实兴趣一般啊。因为世界上富可敌国的人太多了，在每个国家都有。相比看一下复原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更关心的是这个穷人或者说底层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哎呀，冒着饥饿搭车10多公里。然后是这么一个结果啊，而且是这个3层的独栋别墅啊。我们看航拍能不能看一下？哎，不过现在我饿得炸裂了，我真的挺怕我就晕倒在这里的。那四周是这种感觉的，走了有1公里了，想找一个吃的地方都没有，千万别饿倒在这个地方啊！这环顾四周也没有吃的，只有那边卖西瓜。看那有一条小巷穿进去的，有一些小铺子，我看看那小铺子有没有吃的。对，千万走斑马线啊！
早上没吃早餐，空着肚子，原本想在富人区吃个早餐，感受富人区的饮食和物价，没想到把自己饿惨了，走路上都感觉要晕倒过去。这个叫城乡结合部啊，用中国来说就城乡结合部的地方。OK， 我看这里有一家吃的，这个是快餐吧？先找。哦哟，这快餐看着很丰盛哦，种类挺多的哈。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啊，这里这个中餐快餐就出来了。你看到这儿的话，网络变成3G 了。这应该是我在越南第一次看到打包盒吧，顺带着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一次性筷子。我的天啊，这个是我在河内差不多2个月的吃的最便宜的一顿，这里才3万5越南盾，大概就10块钱。一个煎蛋啊，这2个叫这个嘎啦卷，猪排吧。这里是一些洋葱炒牛肉。这一顿饭是雪中送炭啊！哇，好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是越南特色美食啊，叫嘎啦卷，好像。好吃，像是那个肉末跟那个木耳的感觉。老板说还有茶，谢谢。我以为这个是茶呢，好像这个是这个酸甜水吧。好咸的，应该是蘸酱。这个是一碗汤啊。你来到它的那种非旅游区啊，你能感觉到这里的人都特别热情，脸上是一直挂着非常友善的笑容的。外卖，这里就有一种很大的反差感啊！你看，距离它大概100米以外呢，就是这种市。这有一条臭水沟啊，这个水都黑了。这个水为什么会变成黑色的呢？我在这飞航拍飞了5分钟啊，感觉都快把我给烤熟了，太晒了。这反差太大了！你看我的右边就是刚才那条黑水沟啊，应该是附近有工业园区，然后对面的富人区的那个纵横交错的小溪河啊，像是越南版的乌镇一样，然后就是特别碧绿、特别清澈，它里面有椰子树啊，有各种果树、芒果树。昨天呢，我看了很多这个 Vinhome Homes 的资料啊，它是越南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而在我右边的这个小区 Vinhome Riverside 呢，就是由这一家越南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开发的高端生态住宅区，被誉为河内的威尼斯啊。资料显示，它是以意大利浪漫风格为设计灵感，融合自然景观和现代生活设施，代表了越南房地产发展的顶尖水平。小心就踩了个软软的，一看是一个熟透的芒果。你像他们进去要跟门卫交谈啊，门卫接过业主的手机。对面的这个楼房啊，它的窗台都挂着越南国旗。这个小区的配套呢也不简单啊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Hanoi， 英国国际学校。这个小区里面甚至还有一个 Amer Center 购物中心、公园。走着走着，我发现它有入口是没有保安拦阻的。这个是距离刚才有保安那个门口大概800米外的一个口子。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些高端富人小区啊，里面有什么样的配套。这里有一个垃圾处理站，这还写着 Vinhome Homes， 它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配套部门还挺齐全的。这个十字路口4个方向都是Vinhome Riverside 的一个房屋啊。现在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这些独栋的别墅啊，3层，白色的外墙，有一些呢，这个自家的小码头上停了一些那个天鹅船，小朋友划船啊在上面。
好像每个路口都有一些岗哨、保安。刚进去，然后就被保安叫出来了，就不给往里面走，所以我们在外面走一走。对面是清一色的这个 VinFast 的一个电动汽车啊，对面是个充电站，也就是越南首富的另一个汽车业务板块。你看 VF5，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一个电动汽车品牌啊，还没有特别的稳固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国外的电动汽车品牌不可能进来的，不管是中国的比亚迪还是美国的特斯拉。你看，鸟语花香，细水长流的感觉。根据 WinHomes 的官方资料显示啊，小区的总面积超过70公顷，拥有12.4公顷的和谐湖和18.6公里的生态运河系统，绿化率高达60到70平方米每人，远超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标准。该项目在2018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房地产项目，其住宅类型也比较多样，包括独栋别墅、联排别墅和双排别墅。这 Convention Center 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哎，住在这里是不是天天有在度假、旅游区度假的感觉？还挺静谧的。颇有一点那个威尼斯城的感觉啊，就是它的水道呢环绕着这些房屋，纵横交错的，就每家每户前面都有水。一些健身器械，就一路沿着这个小河的边的小路走啊。我发现了，很像这一条大马路啊，汽车通行的大马路，我们可以走进来，但是每个向左右延伸的这个小巷子都有保安亭啊，这些我们都进不去的。我就看到他这个保安队伍应该挺大的，就每个路口都有一个保安亭。那边是一个儿童游乐园吧。这个叫 Amos Market， 就是这个小区的一个购物中心。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区停了什么车。宝马，在越南开得起宝马，跟在中国开得起宝马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这边进口汽车的关税特别高啊。你看，又有一辆宝马，那边是奔驰。
越南的进口汽车关税整体来说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整车进口，其税率能达到70%到80%之间，有些高端车型甚至更高。这其中的背景是越南政府通过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土汽车品牌，如本土的首个电动汽车品牌 VinFast。我还看到了越南的本土电动汽车品牌VinFast， 这就是越南首富的汽车业务旗下的一个品牌丰田、现代、丰田，日本跟韩国车在这里是最多的。这里还有一辆沃尔沃。这是小区的一些商业业态，吃披萨的西餐厅。这个就是那个购物中心这里有一家日料店但是可能是因为太热了，中午时间没看到几个人。根据2023年 Vinhomes Riverside 的一个公开资料，价格它的价格区间主要是6800万到9000万越南盾每平米，也就是2万到3万人民币每平米左右但这个只是参考价，实际售价可能因为市场波动和具体房源而有所不同。那么一套别墅呢，它200到800平米，那么咱们粗略的算下来，一套别墅大概是300-400万人民币到1000多万人民币都有。有一些京剧的元素。8万越南盾，中国口味。这是啤酒 club， 还有一些医疗诊所 SPA 泰餐啦。虽然只是一个小区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我这皮肤都晒红了。对面就是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Hanoi。太热了，我想喝水，就感觉快晒中暑了，全身都是特别灼烧感。这个叫 Elmer's Market。很国际化呀！到这舒服了，有空调。然后有便利店，太好了。也不贵也就是5-6块钱一瓶。你看2万、1万8越南盾，1万9。这一瓶才1万6，也就是5块钱不到。西瓜13900越南盾每公斤，芒果19900越南盾每公斤。这个哈密瓜6万5每公斤，香蕉好像是26000多每公斤。这里就是一条商业街一样有餐厅，有便利店，还有沙龙，还有衣服店，高尔夫的。这是一个酒吧，是卖化妆品这个是医药店。太渴了，先喝一杯水。太舒服了。跟大家聊一个题外话，因为我村里面有一个隔壁的一个妇女。真人真事儿，我的这名邻居呢，他在广东广州的一个别墅里面当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他说那套别墅的话，市场价应该有1000多万。他的主人呢，就是一周很多时候在外面工作的，可能一周能回来1-2天。然后呢，他每天就在家里面擦擦地板，反正做一些基础的服务工作。他说他常常是一个人守着一个大别墅，就感觉还挺意味深长的这样我想起以前挺流行的一个段子说是一对小夫妻结婚时梦想住海景别墅，没事呢就抱着狗在阳台上晒晒太阳，边喝咖啡边看海。两人辛辛苦苦打拼多年，终于实现了梦想，买了海景别墅，
也买了狗，但房贷压力巨大，每天早出晚归，拼命赚钱，只能请保姆打理家务，照看狗。于是他们家保姆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抱着狗在阳台上晒太阳、喝咖啡、看海。雇主打拼了一辈子，终于让保姆过上了他们原本想要的生活。我想说什么呢？可能就是觉得有时候吧，有大富大贵固然好，但是即便没有的话，作为一个普通人，那怎么过好自己的一生呢？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样子过一生也是很不错的，不一定追求别墅、豪车。这个你看，这栋别墅面对着一个商场，拍的是丰田的一个汽车。这个小河里竟然有黑天鹅，看得到吗？现在打了 Grab 汽车，开的也是越南的电动汽车品牌 VinFast， 这里有充电桩，大概10个。离开了 Windhomes Riverside 这个小区，我就前往了它附近的一个商场，这可以理解成是小区的一个配套啊。前面我们说到，像 Windhomes 的母公司 Wind Group， 它除了有房地产企业，除了有汽车业务板块，它还有零售。那么这个龙边永旺商场呢，就是 Windhomes Retail 的一个商场啊。所以他们同属一家母公司，而且地理位置非常近，都位于河内的龙边区。接下来的内容拍的就比较随意了，可能屏幕前的你会觉得有一些无聊，这就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大商场。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呢，到这个地方视频就结束了。如果你想了解越南的这种生活方式、消费、商业、食物，乃至于人的精神面貌，你不妨可以往后看一看。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越南是全球第2的这个成衣制造工业的基地啊，仅次于中国。这里是很多成衣品牌的这个代工厂所在地，所以河内不仅有像河内老城那种富含历史文化底蕴的这个陈旧的老社区啊，也有这种现代化的一个商场。无良应品，这个是四层楼。我看到了中国品牌安踏。书店，哇，好多小朋友呀！人家小朋友还在这看书啊，挺好呀。现在，每当我看到那些很小的小朋友拿着手机刷短视频，我都感觉堪忧啊，这个社会。
我们到这个应该是3楼看一下。哇，这个人太多了，基本座无虚席啊！这你看，各种味道串在一起。各个国家的这个食物。今天是周日，它就是这种像学校食堂一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啊，每家餐厅就共享这一些餐桌。哇，这人好多呀！排队的人，我是第一次看到越南河内的这一面啊，就是这种消费来说，朝气蓬勃的感觉啊。这个像海底捞的感觉，越南海底捞。今天周日啊，排队还挺多人的。自助餐。越南年轻人真多。不愧是龙边郡最大最繁华的商场，够大，人流量够多，消费应有尽有，吃喝玩乐。那火锅还挺好。走了几百米就来到这个卖儿童衣服的商城。
像国内的商场，基本上都已经是大多数商场挺冷清的，因为商场太多了，不够人。这个是我们上顶楼看一下。那顶楼也是个停车场呀，可以呀。遛娃的地方。有几个游乐园呢？有几个这种电玩的地方。
中国运动品牌李宁。阿迪达斯安踏。这应该是一个超市吧，类似于沃尔玛一样的超市。里面的话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购物、用餐。这份才9块钱，肉末、鸡蛋，这份也是9块钱，这份也是9块钱左右，这份大概是13块钱左右，这份是7块钱左右，寿司。我们能看到，像榴莲是10万1公斤，大概就是30块钱1公斤，15块钱一市斤。像这一个的话是35万，大概是105块钱。很多热带水果啊，像龙眼、荔枝、芒果2万51公斤，菠萝蜜是3万51公斤，香蕉4万21公斤。出来以后就像是走进真拿房一样，这个浩浩荡荡的摩托车挺壮观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么多的摩托车。